我自幼苦学，又留学深造，我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是忧国忧民、为国之崛起而奋斗的俊才，不是纨绔少爷。听明白了，退婚呗。那正巧了，我也觉得咱俩不太合适，本少同意退婚。我穿过来还没享受，谁乐意这么快结婚？闭嘴！苏爷爷曾救过我爷爷一命，从而定下此桩婚事。爷爷不许我退婚。不能退啊！爹，咱能退吗？我告诉你，韩家和我们苏家不仅是世交，更是生死之交。你若敢退婚，驳了韩家面子，看老子不打断你的腿！别闹，开个玩笑嘛。那你今天来干啥的？决定将来谁来接手两家产业。晚清和你都是家中的独苗，未来都要继承两家的产业。我把健康路的新月酒楼让你经营3个月，如果盈利翻倍，两家产业都由你来负责。要是我没做到，就他负责。不错，谁来接手两家产业，谁就当家做主。包括多娶几个小老婆。若我当家做主，那你别想；若你当家做主，那自然你说了算。首付系统成功绑定。注意，本系统每次出现都会开启时空冻结。系统，我也有系统？哎，太好了，那赚钱不是手到擒来？那你可看好，不就是翻倍吗？赚钱这一方面，我还是手到擒来的。系统发布主线任务，请宿主在15日内亏光新月酒楼账上3000大洋，完成任务获得100万现大洋奖励。亏钱？你不是首付系统吗？怎么还让我亏钱的呢？欲赚钱，必先会亏钱，此乃磨练之道。好，这是你说的。如果你输了，以后我管家。哼，现在反悔还来不来得及？那你以后听我的。是不是3个月后我上交的钱翻倍就行？你可别想歪了啊！这3个月我停掉你一切开销用度，只给3000大洋经营酒楼。不是新月酒楼每月利润约100大洋，翻倍则是200大洋。3个月后你要拿出3600大洋才算赢。行，只要我不从家里拿钱，用其他方式挣的钱翻倍上交也行是吧？也罢，只要你不从家里拿钱，不借贷，凭自己的本事挣也行。好，这是你自己说的，你别反悔。我说的。不叫亏钱吗？随便买点啥东西就完了呗。请宿主注意，本系统有6项规则，若违规将视为任务失败。1. 公账资金只能投资。2. 不得赠与他人，不得做慈善。3. 购买个人资产不算投资。4. 员工薪水需与其匹配。5. 不得恶意扰乱市场价。6. 不得将此事告诉任何人。狗系统！陈先耀，国内最大银行家长子。能与我握手言欢者，非年少俊彦不可。几个意思？他说你没资格跟他握手。还是晚晴聪慧。那你来干啥的？我收购了街上的其他几家酒楼，我要让世人知道，你除了家事一无是处。我才是晚晴的良配。良配是吧？老子他妈让你良配！老子他妈让你良配！你敢打我！有为！我就你娘的！去你妈的！去！别打了！就你良配！苏源，你敢打我？大帅都要对我礼让3分，我就打你了，咋的？陈家长金融命脉，背后是洋人。不过韩苏两家是同盟元老，互有伯仲。呀，还他妈是个汉奸！我告诉你，老这辈最恨就是汉奸。你给我听好了啊！韩婉晴是我的女人，她就算再不喜欢本少，也得嫁给本少，明白吗？苏源，你要真有本事，你就和我赌一场。还赌？你够资格跟我赌吗你？ 1个月内，
谁的利润高谁赢。我赢，你就和婉清解除婚约。行，我要是赢了，你给我20万现大洋。苏云，本小姐就值20万大洋。你不是东西，怎么能跟我钱来衡量？20万现大洋给我娶多少个小老婆？怎么样，敢不敢？你就等着和婉清解除婚约吧。婉清，再等我1个月，我才是你的良配。你这良配有病吧？啊，这不纯纯一伪君子吗？你敢找苏爷爷说退婚的事吗？不敢。那你就敢跟他打赌？怎么着？你确定我肯定会说？陈仙要是陈家最杰出的儿子，被誉为金融天才。就这个金融天才，我看他狗才差不多。我不会违背爷爷的意愿退婚的，你自己去想办法。不是凭什么退婚呢？15天就15天，我拿出100万现大洋来闪瞎你良配的狗眼。少爷，进来。从今往后，新月酒楼由我掌管了，这事儿你知道吧？知道。少爷您放心，我一定帮您赢得赌约，娶个小老婆。也可以不娶吧。哎，孔子姐，我能不能把新月酒楼的员工工资提到30块大洋每个月？不能，员工薪水与服务职能技术有关，新月酒楼员工服务不具备。翻1倍呢？可以。那个，我决定了，从今以后，新月酒楼员工薪水翻1倍。翻1倍？你疯了！你疯了！我要是疯了，以后你就得嫁给一个疯子。薪水翻1倍，意味着你要赚更多的钱才行，自己想好。哎，还好有少奶奶，不然少爷就把家产败光了。我差这点钱吗？不再翻1倍吗？少爷，咱们酒楼呢，跑堂的2人，打杂的2人，帮厨3人，大厨2人，采购1人，还有我本人。如果薪水翻1倍的话，大概是66块大洋。但是咱们酒楼呢，净利润只剩下67块大洋了。本上差那点钱吗？啊，这事儿你别管啊。哦，对了，城内有没有印刷速度比较快的印刷厂？有，城东德江印刷厂印刷速度最快，但是人家只接大单的。少爷，你要干什么呀？当然是打广告了。广告不打出去，谁知道咱这是酒楼啊？还以为是青楼呢。你确定要去？酒楼经营讲究的是口碑，没口碑，光宣传只是在浪费钱。浪费钱就对了，我要的就是亏钱。懂什么你懂？本少做生意还不是手到擒来？怕我输是不是？你赢不了，这钱以后都是我的。我不想再被你拿去挥霍了。哎，那个苏少啊，听说你要把我这个印刷厂包下半个月。没错，开个价吧。我这个印刷厂不说全城最大，那印刷也是最快的，包半个月，起码这个数。半月500现大洋，张老板，你是欺负我韩苏2家没人吗？啊，韩小姐，抱歉，在下眼拙。你看，这个数如何呀？这还差不多。哎，婉晴啊，讲价这个事儿让我来，好不好？赵老板是吧？啊，我得给你好好讲讲这个价。还知道杀价，不是袁大头，还算有救。正常来说，半个月是要400现大洋，但是我考虑到我要的这个宣传单的数量非常大，我再加100给你。因为我要的这个宣传单数量非常大，所以说导致你的这个员工啊得加班加点，熬夜非常伤身体的。我再给你加100。我还考虑到印刷速度非常快，这个机器会造成磨损和伤害。我这样，我也不跟你拉扯了，半个月1000现大洋，干不干？半月1000现大洋，半月1000现大洋。哦，你可真是砍得一手好价。你这是杀价呢，还是抬价呢？这叫把钱花在刀刃上。行，3个月后我赢了，以后我管价，这钱就从你零花钱里扣。你就等着我当家做主娶小老婆。怎么样，张老板？张老板，干不干给个痛快话？苏少，你稍等啊。
我进去，马上就来啊，去就来。苏大少出手可真是大方。本少是要挣大钱的人，岂会在乎这点小钱儿？云哥哥，云哥哥，这不张诗诗我的一个小青梅吗？云哥哥，等会儿。说吧，今晚的秦淮河畔有诗会，我们一起去看热闹吧。看热闹什么意思？有那时间，不是哥哥给你长长姿势吧？长什么知识啊？一方面的姿势吗？我累死了，不理你了。别走啊！真不愧是纨绔大少，到哪儿都有红颜。那哪儿啊？你就等着本少当家做主，我第一个把他娶回来当小老婆。放心，他进不了我苏家的大门。诗欣，等等哥哥，哥哥带你去看电影啊！哼，少爷，这几位是我们酒楼的跑堂，负责传菜。哦，这位钱通，账房先生，负责酒楼算账。哎，钱通是吧？你可得把账给我算好了。少爷，你放心。哎呀，都收到涨薪水的通知了吗？收到了。收到了，谢谢董事。先不用谢啊，大家接下来要做好准备了，要打一场硬仗，咱们酒楼的生意会相当。吹牛！别以为你小声说话我就听不见啊！咋的不相信呢？你拿1000大洋包印刷厂，这和酒楼生意火爆有什么关系？少爷，您这是干嘛呀？当然是大批量印刷咱们酒楼的宣传单，全城宣传了。就算是搞得人尽皆知，人家也没有必要非得来咱们酒楼吃饭。所以呀，本少决定，咱们酒楼所有的饭菜通通5折。5折？5折？5折？你是奔着亏钱去的？那5折那纯是赔本赚吆喝呀！酒楼的各项成本都占60%了，那5折出售肯定是赔钱。开门做生意，你得有人气才能赚钱吗？没有人，你赚谁钱去？本少可是算过的，酒楼地皮是苏家的，房子租金没了，净利润大概在38%到42%之间，5折妥妥的赔钱。少爷啊，那还不用说了，印刷厂的宣传单应该已经马上印好了。赵林，咱们酒楼大概应该还剩下2000大洋，这样你拿出600大洋招人，全城宣传。我要让金陵的老百姓在最快的时间都知道我们酒楼有5折的饭菜出售。现在还剩1400大洋，今后每卖出一道菜就得亏钱，5折的价格，来的人越多我就亏的越多，亏完1400块钱大洋，这不稳了。瞧一瞧，看一看嘞！新月酒楼大促销，所有饭菜5折优惠！5折优惠啊！看一看，真的假的？来，给我一张啊，我看看。我也来一张，我也来一张。来，一个。少爷，咱们今天接待了超过200位客人了，但是亏了130多钱大洋。挺好。人的确是多，但你在亏钱。我要的就是亏。我要的是先亏钱，再垄断，挤压其他酒楼的生意，然后再赚钱。照这速度，10天就能亏完1400钱大洋，在家随便娶小老婆，美滋滋。少爷说的真是至理名言呐，记心里了。10天之后，你连买菜的钱都没有。12天后，我将一夜暴富。少爷，我先去看看咱们的食材能不能撑过10天啊。撑不住别硬撑啊，都挺辛苦的。吃啥呢？没有。咱酒楼的食材不够了，来，这是清单，去进点儿。猪肉还有其他肉类，消耗的有点快啊。酒水怎么卖不出去啊？咱酒楼啊，现在是5折出售，招来的都是些泥腿子，喝不起贵的酒很正常。你说的对呀。这饭菜5折，又不是酒水5折。等等，咱们好像没理解少爷的意思。少爷说人多了就赚钱了，现在人多了，咱们得琢磨赚钱呢。怎么赚？咱现在是每道菜亏一点吧，
咱要是把食材的价格再压低一点，是不是就不亏了呢？这价格要是压低了，指不定咱还能赚钱呢。还有酒水，少爷说饭菜打折，没说酒水打折，很明显，少爷是要在酒水上赚钱呢。可这酒他卖不出去呀。你把贵的酒撤掉，去苏家酒坊换些便宜的过来，咱在那儿拿酒还是成本价。你说的对呀，我现在就去办啊。东家，苏家少爷啊，可是把客源抢走一大半了，我们酒楼的生意不太好啊。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你们觉得5折饭菜是亏还是赚？肯定是赔呀，那成本都得60%。那咱们就推苏爷一把。东家的意思是，咱们还得找人去照顾他的买卖。不仅如此，还要帮他大力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去新月酒楼。东家，我不懂您的意思。苏爷是烧钱垄断后再赚钱，但他手里只有3000大洋，生意越好，亏的越多，他等不到赚钱就已经没钱了。原来是这样，东家，我们明白了，这次啊，肯定要亏死他苏元。王先生，我这新到了批蔬菜，包你满意啊！王先生，你看这菜。别着急啊，大家伙都知道，我们新月酒楼现在生意火爆，所以对这些食材的需求量很大。谁的价格便宜，我就定谁的。而且谁的价格便宜，我可以和他签订长期的购买契约，而且我保证肯定是货款现结，概不赊账啊！王先生，我愿意优惠1成，我优惠2成、3成。王先生，我优惠3成，3成，就你了，送到新月酒楼，货款现结。好嘞，王先生。卖肉的呢？王先生，我优惠2成。还有吗？有，王先生买我的，我优惠3成半。3成半，好，就你了。谢谢王先生。王先生，别急，咱们讲了，大家伙别急啊，相信我就行，别就我哭呀。王先生，谁的急呀？别急。少爷，咱们今天一共接待了287位客人，你就直接告诉本少今天亏了多少钱158块。少爷，按照这样下去，咱们扛不过10日啊。我就说嘛，想我苏云上一世投资啥都亏钱，我就是先天投资圣体。这你就不用管了，就照这样继续弄。再说了，就算赔了，本少差这点钱吗？让开！看本少干啥？干活去啊！少爷啊，看这样，以后你得听少奶奶的话了。别做梦了，本少会听他的话。12天后，你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小青，你这是怎么了？小云她惹你生气了？这年轻人嘛，多容忍一些。爷爷，我一定要嫁给那个苏云吗？想退婚？我告诉你，除非小云的爷爷亲自上门，否则退不了。可是那个苏云实在是太蠢了，为了吸引人，一天就亏了150多大洋。婉晴，小云这步棋走的是很高啊，高到赔本赚吆喝。婉晴，我知道你自视甚高，但这次你输了。是他要输。行了，你好好看，好好学，这里面的门道可大着呢。大什么大？大傻子吧！爸，你怎么不告诉婉晴？这苏云在苏家酒坊提了3缸酒，他还把原材料的进价压至最低，这明显是降低饭菜的损失。他是想在酒水上把钱赚回来。这次不只是考验小云，也是磨小晴的性子。商界是小事，但是军政两界可是大事。别挤啊！今天啊，这人比昨天都多，亏不死这个死苏云。年轻人嘛，做生意没点经验，
哎，这次咱们东家就好好给他上一课。听说几位要给本少上一课？今天这么多人，是陈仙要在背后捣鬼吗？我们这东家这不是借苏少做买卖，赶紧来帮苏少宣传一下吧。我看你们是想让我们亏钱吧？我们帮苏少宣传有错吗？你们是不是特别想看我赔钱？我们就是想看你赔钱，最好赔个底儿朝天。哎，怕什么？他们苏家背景深厚，咱们东家也不差。那就借你吉言，亏得个底儿朝天。你们准备好承受韩苏两家的怒火吧。哎，你是压人干啥？咱们得低调点。来了，好久了。哎，少爷，我是老板，我先进啊。少爷，少爷，你这咋了？人太多，从窗户跳进来的。人没事吧？没事，少爷，就是得换块玻璃。人没事就行啊。少爷啊，我建议给每桌客人多赠送一份小菜，这样能招来更多的客人。就这么干？这办法谁想的？你想的？少爷栽培的好。哎呀，有你这位卧龙在，我算是放心了。这样赔的更多。不存在，我告诉你，本少做生意只赚不赔。卧龙啊，以后这家酒楼的经营权就交给你了。11天后本少来查账。少爷放心。人才呀！哎，这就是我的心腹。哎呀，少爷得多换块玻璃，全换，本少不差钱。走吧。干嘛？走啊！你不在这里看着？有卧龙先生在，还有我在这看着。哎呀，走吧。少爷跟少奶奶呢？他俩呀，上午就走了。少爷说了让咱们好好干，11天后他来查账，让咱们别去烦他。你这头……哎呀，没事儿。那个，你想着点啊，买2块玻璃。好啊。今天情况如何呀？我刚刚清算了，昨天进的3缸酒，今天都卖空了。要说盈利，酒水是关键，就得多备点儿。营收情况如何呀？咱们今天前后共接待了462位客人。说重点呢。咱们的饭菜盈利46块2毛钱，饭菜都盈利了呀！咱每道菜5折出售，每道菜他亏的不多。但是王清呢，他给蔬菜价格压低了30%，又给肉价压低了3成半之后，咱们扭亏为盈。每道菜赚的不多，薄利多销嘛。薄利多销挺好啊。但是酒水才是咱们的大头。酒楼给所有酒水一换掉之后今日酒水大卖。利润是多少？咱们今天3缸酒的总利润为234块，现大洋。你没算错呀！来，自己瞅瞅啊！哎呦，这让少爷说着了，人气上来之后这赚钱手拿把掐的事儿。你说的对呀，还是少爷高明啊！他肯定之前就知道这酒水能挣钱，要不为什么之前这菜饭打5折，而不是酒水打5折呀？对，少爷高，我就说少爷有天赋。咱们呢，就等着看吧。11天以后，咱给他个惊喜。你跟陈仙要打赌的事自己解决，你跟婉清的婚事绝对退不了，除非你韩爷爷亲自来。你们几个老家伙商量好了吗？我知道你看不惯小云纨绔。苏伯父，小云是被养废了，从今以后韩家和苏家都交到你的手里。等会儿，什么意思啊？还带反悔的？你手里还有钱吗？3个月的盈利翻倍，现在手中没钱了吧？这他确实没钱了。你叫他来的？我叫他来的。他还欠我20万大洋没给呢。按照赌约，应该是你和婉清退婚。我输了吗？我输了我再退啊，我不没输吗？闭嘴！
输了就输了，不要丢我们苏家颜面。还是苏家主通情达理，但是我们也不会对不起韩家。苏伯父什么意思呀？我不会找苏家退婚，你有本事就让我爷爷来苏家退婚。你们能不能让人说话？你们凭啥说我输了？近半月以来，我的酒楼净利润达500大洋，而你一直在赔钱。输就输，婚约不是他说退就退的，别让我跟着你一起丢人。哎，你这娘们儿，谁让你跟我一起丢脸了？我说的能赢，他就是能赢。行了，男人要输得起。我虽然没有过多关注，我也知道你的饭菜5折出售，连本都回不来。哎，你爹都认输了，你还强撑什么？既然你们都不相信，等我5分钟，我让你们到底看看是谁赢了。5分钟你就能逆风翻盘不成？5分钟之后我晃瞎你狗眼。5分钟后我将获得100万奖励。少爷，重大好消息！不还有几分钟吗？难道系统觉得我铁定完成任务，提前结算了？说，让他们知道到底谁输了。我看你们怎么翻盘。我们计算过了，这10来天的盈利赚了5200多大洋。听没听见？净利润5200大洋啊！你没说错，中了5000多大洋。不可能，你们5折出售，怎么可能赚钱？赵林，说到底怎么回事？他妈的，谁背死老子是谁呀？少爷，这个数字我们反复核对过，没错呀。赵林啊，让王庆给食材压低价格，又给酒店的酒水全换掉，我们靠酒水盈利。酒水盈利？我们苏家的勾兑酒？是啊，老爷。就是咱们自家酒房的上层勾兑酒。原来我觉得你小子不行，现在看来给老子一个惊喜啊！都是少爷教的好，要不然我们怎么能赚这么多钱呢？好啊，非常好啊！少爷，你不用这么激动的夸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大有夸不死你！沈仙耀，你就赚了几百大洋，就敢来我们苏府耀武扬威，谁给你的底气啊？拿过来！假账！你们一定做了假账！做假账会被罚多少？你不知道吗？苏云，你别太得意，你只是想赢了一局。干什么？来，你过来，我跟你说两句话。去你的吧！滚！赶紧滚！把老子2万给老子拿来！赶紧！妈的！老子的100万大洋！你打我干什么？是你让我来的！苏云，你给我等着，我才是晚晴的杨培！我他妈让你2倍！抱着我干啥？把他给我追回来！别让他跑了！快去！你似乎不太开心啊。我不开心吗？我这不挺开心的吗？系统发布主线任务，资金增加至5万大洋，请宿主1个月内亏完5万大洋，以及新月酒楼利润。完成任务奖励200万新大洋。哇！1个月亏他妈5万大洋，这谁能做到啊？你知道现在啥物价吗？1块大洋都他妈能买6斤好猪肉了。1个月亏5万，你他妈咋不上天呢？5万？什么5万？这小子怎么怪怪的？我嫌自己赚的太少了。行了，别好高骛远了。宿主，上次任务若非赵林被刺，已经完成了。1月5万是本系统计算过的，只要你稍稍努力就做到了。有道理，要不是赵林被刺，我就100万到手了。这次好歹赢下赌约就能娶小老婆。你小子发什么呆呀？没发什么呆。这次赌约你胜了，听见了吗？我赢了，以后我当家做主，我娶小老婆。我们成亲之后，你可以娶张诗欣。娶张诗欣哪够啊？我得娶6个，我夹着你，一猪不带重样的。不行，只有张诗欣。玩赖啊！咱们都说好了吗？一个赌约只能娶1个小老婆，若想多娶，那就继续赌啊。3个月赚5万大洋。爹，你看他玩赖，
哎，对，还要加上一条，咱们新月酒楼的利润不能算作赌金。来，走，咱俩验血去。验什么血？那哪有坑自己儿子的？你是不是亲爹啊？给自己儿子上强度。若不答应，就只能娶张诗欣一个小老婆。你等着啊，等我拿200万大洋奖励，我拍5万在你面前，我再和你继续赌。行，你等着，不就5万大洋吗？3个月以后我就把钱拍你这儿。拦住了吧！拦住了，少爷，拦拦住了！哎呦！今天本少请诸位老板前来呢，是因为有一事相商。莫非苏少想转卖新月酒楼？新月酒楼不会转让。是这样，本少知道，诸位老板的酒楼都位于黄河路、建业路、玄武路和京东路4条人流量最多的大街，所以苏少想说什么？本少想以2000大洋的价格收购各位老板手中的酒楼。2000少点啊！是，我出3000，我以3000现大洋一家的价格收购。陈仙药，你什么意思？婉清，苏云不是你的良配。哎呀，想撬本少墙角的时候，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实力啊！我陈家不比你苏家差，家世对我没用。哼，陈仙药，你走吧，我不想看到你。婉清，我才是你的良配。我与婉清说话，你有什么资格插嘴？陈仙药，我承认，咱们之前是有些误会，来和解一下。算你是你妈！你又打我！来人！这里是金陵，别以为就你家世显赫。本少，苏家独子，祖父家父同盟元老，来，你们斗我一下试试。给我打！出了事我担着。打吧，打了这次，18年后你们又是一条好汉。来吧，各位好汉！你们这群混蛋，怕什么？少爷，您不怕，小人怕呀。少爷，您不怕，您可亲自动手啊！废物！知道为何本少亲自动手吗？这就是原因。你粗鄙！我去你妈！我就鸡毛啊！你们这帮废物！来吧，2000块一家酒楼，诸位考虑的怎么样？婉清，苏云如此粗鄙，他如何配得上你？你连纨绔都打不过。我出不出价？不出价滚出去！3000，我出3000现大洋。可以换10家酒楼，没必要跟他较劲。换？传出去以为本少怕了呢。本少出4000。4000？那是不是太他妈……苏云，陈仙药这傻子正好帮我烧钱。这些酒楼最多价值2000，你出4000，不会是二世祖啊？本少愿意，有本事你跟呢？你的。哼，婉清，你会明白，我才是你的良配。切，二世祖，大傻子！因为我和他较劲。拉倒吧，就你这样的，本少10块大洋能点5个。好你个苏云，给本小姐等着！来，诸位老板，房契地契都拿上来吧。哎呀，别藏着了，快拿出来吧！我的，您看。你哪来这么多钱？陈仙要拿20万大洋，可还没送来。你去借高利贷了？本少还需要借高利贷？我勾手指头，就有大把钞票给我送过来。我能告诉你，这是筒子姐给我的投资资金呢。这10家酒楼，你要做成新月酒楼分店。这10家酒楼，我准备给它改名为盛庆酒楼。一道炒肉丝儿，我就卖它几十上百大洋。一道肉丝几十上百大洋？没错，一道炒素菜没5、60块大洋，他别想吃。你疯了！你这娘们才疯了！这么贵谁来吃？你知道现在百姓的收入是多少吗？普通百姓每个月大概6到10个大洋之间，
要是有点文化的，有个一技之长，每月估摸着能有个10来块大洋。你知道还定这么贵的钱？江南地区最不缺的就是有钱人，我这个菜就只卖给有钱人吃。有钱人就是傻子呗，有钱人这个价格也不来。不来就对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婉强，你相信我，肯定有人来啊！来个铲着的人来，没人来就对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赚。你得体谅你老公，你老公为了给你增加几个小姐妹，那可是相当努力呀。苏少，我之前在华山酒楼工作了3年，经验丰富啊。3年，业绩如何？这3年，我把华山酒楼的盈利翻了3倍呢。这事我听说过，这人……你把酒楼的业绩翻了3倍？是啊，苏少，你相信我呀。不行，这人不符合要求。下一位。苏少，我在华山酒楼工作了3年呢，经验丰富啊。你这不得天天背死我？别挡着下一位。等一下，这种人才你都不要？怎么的不能他说啥是啥吧？我不信。下一位。你好，苏少，俺叫王德涵，来应聘盛庆酒楼的泡汤了。这模样妥妥的大聪明才是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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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过泡汤的，俺还做过挑粪工呢。挑粪工好啊！有没有兴趣做酒楼经理，月薪300大洋那种？那肯定有兴趣，但是俺不会干，俺没经验。我要的就是你没经验啊！从现在开始，我宣布你通过面试了，准备上任我们酒楼的经理。你让他上任酒楼经理，你钱多烧得慌。兄弟体格多好啊，还挑过大粪。我告诉你，就这种人才，你上哪儿都不好找。我看你还要做出多少荒唐的事。那你可听好，从现在开始，我们盛庆酒楼收入门费每人100现大洋。入门费100现大洋。哎呀，甜。我没看出来你是要挣钱，反倒是像要亏钱。你这女人懂什么？我支持云哥哥。哎呀，还是实心乖，来过来跟哥香一个。够了。你来干什么？没看到我们都在忙吗？我可是帮云哥哥办事的。你能办什么事？我托实心父亲帮我找的施工队，我准备花2万大洋把那10家酒楼重新装修一下。2万大洋，平均一家酒楼要2000大洋。你这傻娘们，你懂什么呢？盛庆酒楼那属于是高档酒楼，得有档次，不重新装修怎么能行？行，随你折腾吧。等我赢了，别后悔。你还想赢？本少早计算过，新月酒楼1个月利润在1万5左右，再加先前5万，一共6万5，买酒楼4万，装修2万，剩5000，10家酒楼的经理薪水都要3000大洋了。你放心，我从来都不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诗欣，还有一件事你得帮我个忙。云哥哥，你说。我不是招来一批服务员吗？你帮我系统培训一下。没别的，就一条，服务至上。我这就去。哎呀，还得实心啊。来，云哥哥，张嘴。你嘴咬舌头上了。快来瞧一瞧，看一看啊！盛庆酒楼将在18日后完成装修开业。过来看看，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一盘炒肉丝要80块大洋，你们这是在抢啊！大哥，这么贵的饭菜，迟早得倒闭。味道好，哎，都来瞧一瞧，看一看啊！是不是？给我一张。盛庆酒楼将在18日后完成装修开业。来，您看看。东家，这苏云啊，是昏了头了，定这么高的价钱。他想走高端市场，但上面都是普通菜，没特色，没人会去。东家，上回咱们吃了暗亏，这回还要不要再宣传？当然要宣传，但这次不能只宣传盛庆酒楼。你们去杭州、上海各地花重金请一些名厨来，我要和苏云打擂台，要让婉清知道谁才是他的良配。
小晴，你这怎么了呀？爷爷，苏云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怎么了？我就没见过他这样的天价饭菜。每个人的生意经不一样，正常。生意经？我看他是败家经。忘记上次的事了？你是不是我亲爷爷呀？我不和你说了。哎，婉晴，爸，这孩子又怎么了？这是？了解清楚了，这小子可能要放大招。我就说嘛，苏成武的孙子不可能是真纨绔。对了，我听说大帅今天出席行政院会议，他说什么了？哎呀，老调重弹，要大力扶持教育、工业，只给政策不给钱，这怎么扶持啊？东家，今日咱们酒楼可谓是宾客盈门呐。那盛庆酒楼门前人挺多，但没几个人进去。这回苏云可把苏家的脸都丢尽了。我要让婉晴看清苏云到底是什么货色，你配跟我比？那是啊，东家可谓是江南一带的名俊才呢。错，是江南第一俊才。对。行了，咱们也不用关注盛庆酒楼了，先把咱们酒楼的客源稳定下来。好，对啊，对啊，我们这样。这什么东西啊？哪儿那么贵呀？这谁吃得起啊？来，走，我们去看看。哎，这太贵了，走。哎，什么东西卖这么贵？太贵了，吃不起。天价，谁吃啊？谁吃？这太不值了。走。哎呀，刚才你也看见了，开门这么久都没几个人进去。老百姓不进去没关系，有钱人得进去嘛。我要的就是没人进去，这次任务稳了。有钱人是有钱，但不是傻。韩婉晴，你不相信云哥哥，你还嫁给他？看看，还是吃金好。行了，找个地方泡茶去。你还真放心，投了几万大洋进去，你现在是不是后悔不管了？你懂什么？咱这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你就等着我取消了。你，哎呀，这盛庆酒楼可是天价酒楼，入门费都要100大洋，一餐呐，少的6、700。今天方老板要破费了。张老板，我们何必花这冤枉钱？不如前去醉仙居如何？王老板今天不愿意破费。张老板，这不是钱的事儿。如果王老板连这几百大洋你都不愿意，那就别谈了。哎，张老板，你这是何意呀？敢问王老板，你是没有这几百大洋，还是不愿意啊？盛庆酒楼就是筛骗子的，这种酒楼可不是骗子能消费的。张老板，请。小何，这是咱们吉林新开的酒楼，听说这里边的掌勺堪比国厨啊。那今儿啊，我也跟着您沾沾光。走进去。请两位先生缴纳100块大洋的入门费。100块？你们抢钱呢？知道我们是谁吗？抱歉，先生，我们酒楼只招待达官贵人、社会精英。如果不愿意缴纳入门费，请自行离去。哎，小何，你认为我王某人不配来这种地方吗？我真是猪脑子，这不是说王秘书长不是社会精英吗？王秘书，我不是这意思，您瞧我这嘴。欢迎光临盛庆酒楼。少爷，今日10家盛庆酒楼总共接待了38位客人，总营业额8000大洋。第一天开业才38人，我估计还是因为好奇。再过2天，怕是一个人都不会有。一个人都不可能！我告诉你，生意只会越来越好，指不定每天都有个几万营业额呢。没人就对了，这次没人来，我看谁还能背刺。入门费要100大洋，要包厢还要再掏200大洋，他们不是傻子。在有钱人眼里，钱就是个数字，人家吃的根本就不是饭，是身份，是地位，是服务，这些你不懂。懒得和你说。3日后，教育部总长朱家骅会在玄武湖别院举行慈善晚宴。慈善晚宴跟我啥关系啊？我不去啊，我有这功夫，我不如研究中秋活动。金陵有头有脸的人都会来。父亲让我和你一起去，明天我带你去上海，重新订2身合体的西装。为啥去上海订啊？咱金陵没有吗？
不列颠服装大师西奥尔最近来上海，目前在租界内，他不来金陵。多大点事儿？行，那明儿去呗。哎，当我说好啊，这钱你出，我钱都有用。这段时间以来，你满金陵宣传盛庆酒楼，金陵周边贴满了宣传单，如今却变成了一个笑话。到时候我们会颜面尽失，你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吧。颜面尽失，下个星期我就一夜暴富，到时候看谁敢笑话我。少爷，没人敢笑话你。爸，你这怎么了？那个苏少爷还真是个祸害，王峰足足被宰了700多大洋，才谈成了买卖。现在不少人反映，很多外地的客商都把盛庆酒楼当成了首选地。这么说，云哥哥的盛庆酒楼赚钱回本了呀？赚钱回本，我跟你说，不出个日，盛庆酒楼就能够做到日进10万大洋。日进10万？日进10万？爸，你太夸张了吧！我今天也去了，没有那么多人进门，更何况日进10万大洋，金陵哪有那么多有钱人啊？哎，你先坐过去。金陵是国都，有钱人很多，再加上你要知道金陵的特殊位置。什么特殊位置？金陵它属于交通要道，无论是南来的还是北往的，哪个不经过金陵？特别是大宗商人都要来金陵。我明白了，大宗商人谈买卖，一怕骗，二怕找不到商路。如果大宗商人都聚集在盛庆酒楼的话，那他们找到商路能出售货物了呀。就凭这2点，就让大宗商人将盛庆酒楼当首选。再加上金陵有那么多的达官贵人，只要认识上1-2位，那可就不是钱能衡量的了。太好了，谢谢爸。哎呦，这丫头啊！云哥哥，哎呀，你怎么才来呢？我爸跟那些人在外面客套半天才进来。哼，不愧是金陵4少，走到哪儿都有红颜知己。哎，你傻良配。张小姐，我劝你最好管住嘴，小心祸从口。再说一句试试。你信不信我宰了你？你除了有个好家世，你还有什么？陈仙药，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离我们远点。我投500大洋，就让3家酒楼日净利润过1000大洋，而他投了6-7万大洋开了盛庆酒楼，如今怕是连个人都没有吧？陈仙药在说什么胡话？他没关注商界吗？不清楚啊，感觉挺奇怪的。我说的有错吗？当然有错。日净利润过1000，很值得骄傲吗？我自然不敢跟韩爷爷比肩，但自认为比某些二世祖要强。石鑫刚才真没说错呀，你真是个伪君子。你什么意思？你就是意思你比我强呗？难道不是吗？行，你要是比我强的话，敢不敢跟我打一赌？赌什么？不管家里要钱，不向他人借贷，不坑蒙拐骗，不依靠家世，在7天之内挣到100万现的洋。你说认真的？谁要是输了，脱光衣服到新街口裸奔去，敢吗？赌100万现大洋，你凭什么？就凭你那个没人的盛庆酒楼吗？你就一句话，你敢不敢？你输了，我要你和婉晴退婚。我输了，裸奔。你们打赌，别带上我。婉晴，她配不上你，我才是你的良配。陈仙药，你是在说我识人不清吗？韩爷爷，你被苏云骗了。你等会儿，陈仙药，我骗韩爷爷什么了？你投6-7万开酒楼，赔得血本无归。若把韩家交到你的手中，用不了2年，都得被你败光吧？就算是赔光了，老夫也愿意。要是再挑拨韩苏2家的关系，陈府也保不住。韩爷，消气儿，您放心，我不可能输，他必输。你就别在这丢人了。小晴，这3天你和小云没去盛庆酒楼？我和他去上海了，1个小时前才到金陵。难怪，我家孙女不是你能觊觎的。韩爷爷，
苏云若没有家世，他就是个废物。你为何如此偏袒他？但只可惜啊，你马上就要输给一废物了。少爷，大事不好了！你快出个主意呀！想来是没客人，没钱经营酒楼了吧？借你吉言啊！喘口气儿，说是不是酒楼没客人，没钱经营了10家盛庆酒楼啊，全部爆满。什么？盛庆酒楼全都爆满？10家酒楼全都爆满，排着可长的队了。少爷，你快想想办法吧。不是赵林，你没骗我吧？盛庆酒楼不可能爆满的。少爷，我怎么敢骗你呢？都是些达官显贵、有身份的人，快想想办法吧，要不然麻烦了。婉清，我相信你。他刚才说盛庆酒楼爆满了，你说这可能吗？赵林，你不应该在新月酒楼吗？怎么会来说盛庆酒楼的事？对，你不应该在新月酒楼，怎么跑盛庆酒楼去了？你肯定是骗我的，对不对？你说你就是骗我的。盛庆酒楼爆满，这他妈哄鬼呢！真要爆满，不得炸了啊！我知道你是苏家的家奴，是苏云让你来传假消息的，对不对？我胡吃带喘的跑过来跟你玩呢，冒着假消息，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伪君子！你，少爷，少奶奶是这样，酒楼经理王德海是谁？挑大粪的，派人通知我，他那客人爆满，忙不过来了，向我那儿抽调人手，我就过去帮忙了。啊！你告诉我，盛庆酒楼凭什么爆满？黑夜的时候都没几个人进去，现在又凭什么爆满？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赵林，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要不信，和我去看看。我必须得去看看。老天爷，你别玩我！是谁占老子座了？让他给老子滚出来！知道老子是谁吗？告诉你们，老子是赣北最大的瓷器商，要谈的买卖价值数万，要耽搁了，你们赔不起。就是还不快让我们进去！快让我们进去！请大家都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本酒楼正在紧急调配卡座，请大家再耐心等待片刻。老子是鄂北最大的钟表商，你们赶紧把卡座腾出来给我！这么多人，都是大生意，都有做的。怎么会这么多人？他们都傻子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客人多你不高兴吗？高兴，我太高兴了。娘的，这些人有毒吧？老子把饭菜价格调这么高，他们还来？这是假的！你的饭菜价格那么贵，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是不是你？是你让人来演的，对不对？不是你有病吧？我疯了！我找这么多人过来演戏，不花钱的。我巴不得没人来呢。什么叫巴不得没人？我说我巴不得外边没人呢，都在里边。尼玛，这么多人，以盛庆酒楼的消费水平，本少亏麻了。知县要，这就是你说的血本无归。如果说小云是废物的话，那你又是什么东西？韩爷爷，我不相信苏云有这样的能力，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对，账户上肯定没钱进账。陈良配，你要是还不信呢，你信不信我把黄河路1号店的账本给你拿过来？去。只要净利润不超过1万，我就还能花出去。老天爷保佑，我要娶小老婆，我要娶小老婆的。知县要，等一下，你可要看清楚。爷爷，说实话，我也是不太愿意相信盛庆酒楼会这么火爆。你会相信的。知县要，你看好了，看仔细了，这是黄河路1号店今日的营业额超6万现大洋，净利润超过5万现大洋。你说多少？超过5万？不可能啊！少爷，若不是我们要缴营业税啊，奔6万了。真是5万！黄河路的1号店，这净利润就有5万？就这，我还没算里面吃着饭没结账的，外面排着队没吃上饭的，其他9家店和这儿的情况应该是一模一样。我算了一下啊，今天黄河路1号营业额应该奔7万去了，净利润得6万，咱们一共10家酒楼，60万。你别算了，本少求你别算了，60万又能怎么样？这不是我的钱，系统不给我用啊！我的200万现大洋，我的小老婆，你
你什么你？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一定比你强！我陈贤要自由便经营商道，我就不信比不过你！你给我等着瞧，我才是晚清的良配！我才是晚清的良配！我才是晚清的良配！哎，你不要吓到我的客人呐！少爷，我们要不要去其他的酒楼再看一看？不用看了，你就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就行。好，据我的分析啊，出现这种爆满的现象和中秋节各地的富商来到金陵有关系。那么这种爆满的现象将维持1周，这1周下来，我们的净利将会达到300万。300万？3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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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我让你跳，我让你跳！云哥哥，你终于醒了，可吓死我了！我这怎么了？因为钱多而晕过去的，你是第一个。哪里看到我激动了？我都快愁死了。愁？你有什么好愁的？其实这事儿也怪我，我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这事怪你啥？你知道的，我爸是商会会长，我让他向那些商人多宣传一下。是你？你竟然背刺我！这我要是输了，我还怎么娶更多小老婆？其实效果也没有那么好，主要是你自己。主要因为我干啥了？你不是让人满城的贴宣传单吗？尤其是人多的地方，宣传的多，贴的也多。那些来金陵的人，就在进金陵前就已经知道了。你的意思是，盛庆酒楼现在能这么火爆，我自己是主要因素？对啊，小丑就是我自己。既然你也醒了，说说吧，盛庆酒楼为什么这么火爆？你问我问谁的？你不知道？爷爷说这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切，是我策划的，但我也不知道啊。你策划的，你不知道？那啥，我只是不知道为啥火爆到这种地步。我想过它会火，想过。既然这样的话，那穿衣服走吧。去哪儿？盛庆酒楼，查清楚什么原因。对了，你最好乔装打扮一下，不要让别人认出你的身份。哎，去问他。走。哦，来好啊！两位也是做粮食买卖的，先说好啊，餐饭钱各出一半，如果不愿意，那买卖也不要谈啊。是这个样子的，我想问个事啊。小兄弟想问什么事儿？你说盛庆酒楼的饭菜如此昂贵，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前来？观你衣着也非寻常人家，怎会不知啊？哎呀，这说起来就惭愧了呢，家中老父筹谋，在下晚过了。哦，也是富贵人家，想来小兄弟也听闻在外情商被骗之事了。略有耳闻呢。在外做买卖，稍有不慎便会被骗定金，那数额就是上万。再说时间，像这粮食，南方多雨，长时间存放，一旦发霉，那损失就大了。哦，这时代混乱，战争频繁，治安也乱，骗子一堆啊！啊，说的有道理啊。除了骗子，还有一些着急出货的商人。之前我们跑商路，到哪儿都容易被骗。一些商人破产了，为了钱也会有所欺瞒，哪怕我们都容易找到。我明白了，所以盛庆酒楼的高价是将所有非诚心做买卖的人都拦在外面。盛庆酒楼价格虽贵，但在大买卖面前不值一提。所以您这牌子是想找合作的同行？
没错，而且会有不少达官贵人来盛庆酒楼。要是能认识大人物，那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上一次投资啥都亏，这一次投资酒楼都能血赚，这不要我命吗？这次任务又没了，这有鬼！以我投资圣体的体质，我还能赚？你在这心不在焉的想什么呢？我在想我要不要娶29个小老婆，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这次你赢了，可以娶2个小老婆。系统下次任务肯定亏得更多，我必须得憋个大招才行。敢不敢再赌？赌，当然赌了。本大招至少得娶6个小老婆呀。敢不敢赌把大的？啥意思？3个月后，你要是能拿出500万大洋，我就允许你娶6个小老婆；拿不出来，一个也不许娶。不带这么玩的，直接翻100倍啊！这谁能行？盛庆酒楼这么火爆，这月有300万利润。还怕剩下3月凑不齐200万吗？我再想想，一桶子尿性，下次奖励肯定更多。我吸取教训，下次肯定能完成，500万就不是事儿了。如何？答不答应？干！但我说好了，这可是你说的，我这次要是赢了，我直接娶6个小老婆。自然哦。还有一件事，苏伯父让你去教育部找朱总长捐款。捐款？为啥？昨晚我们提前走了。这是朱总长举办的晚宴，我们得给面子。不行，我的钱不能捐。没让你捐，苏韩2家出这笔钱。行吧，我去一趟教育。对呀，投资教育啊，教育可是吞金兽啊，枸杞桶能有多少钱填这个窟窿？哎，你干嘛？我决定了，我要投资教育。教育？教育？你确定要投资教育？对，投资教育，3个月后保证捞到500万。以我对世界各国的了解，投资教育从来不赚钱，而是亏钱。亏钱就对了，他要不亏钱，我还不投资呢。谁说的？那是你见识少。学校都是政府指定，除非你想开私立学校，只收有钱人。我就只收普通老百姓。上学得交学费吧？上学得吃饭吧？都是钱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学校的老师要收薪水，而且薪水非常高。像国外的名师，他们的薪水换为大洋就是上千啊。啊？你说国外名师们薪水上千？还有啥？粮食水电要加上，还有学校维护，这些都要钱。还有没有？学校不需要建设吗？黑板、粉笔、课桌不需要买吗？最贵的就是实验器材，这些东西全都要从国外买。从国外买好啊，从国外买贵呀。你贵，它质量也好啊，明白吧？那啥，你继续啊。这些只是部分。如果你要是投资教育，3个月后连5000大洋都拿不出。真的？那可说定了，就投资教育，谁也别拦我。备车，我找卧龙。怎么这么不顺？他凭什么火爆？凭什么火爆？这不可能！父亲，一次失败就把你击倒了。1天60万的净利润，我该如何击败他？苏云眼光毒辣，他看准了商人与达官贵人的心理，也知道商人缺什么。盛庆酒楼火爆是因为中秋佳节期间，过了这段时间也就归于平静。可即便如此，他1天的净利润也得10万大洋。那你就仿照他的经营模式。可如此会不会？你记住，商人只有利益，你因一个女人如此，太让我失望了。只要你有足够的权势，哪怕是韩家的千金也得跪在你面前。父亲，我陈家在金融界有非凡的影响力，声誉遍布欧美各国。你要让我陈家在政坛影响力更大，还请父亲教我。第一，办一个比苏云更好的酒楼出来；第二，筹备一所外国语学校。我动用陈家影响力帮你宣传。你要结交政坛大佬的后代，这些人将会是你迈入政坛的资本。我知道怎么做了。去吧，记住，不要被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
来，这是我们苏韩两家一点小小的心意。王笑呢？那就多谢苏贤侄与韩小姐了。有了这笔钱，我们就可以多建几所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上学了。是啊，有了这笔钱，我们就可以多给一些政策扶持啊。朱总长、段次长，我是今天来呢，还有2件事，希望两位帮忙。不知苏贤侄有什么事儿？我想投资教育。这小子想在教育领域捞钱。苏贤侄想建贵族学校？不是，我要建平民学校。平民学校？如国立学校那般收费？收费标准向国立学校看齐，但是我要做的是集小学、中学、大学为一体的那种学校城，占地至少在5万亩以上。多少？别激动，朱组长，你快坐下坐下。占地5万亩？苏贤侄啊，你没开玩笑吧？我苏云从来不开玩笑。你可知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的学校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一条完善的人才培养链，从初期就需要3、4千万大洋打底。如果算上后期的维护和其他开销，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天文数字又如何呀？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那我更要投教育，它可以帮我一直完成任务。倾家荡产？苏贤侄，你此事苏老知道吗？我爹和老爷子说了，这件事我自己决定。可这……你们知道我国为何这么多年饱受西方各国欺凌吗？因为国力不振，教育不兴啊！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没有足够的人才，何谈强国？我懂你的心情，这也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啊。朱组长，你明白就好。为了这座学校城，我愿倾尽所有。哎呀，国家有此栋梁，何愁不兴啊？何愁不兴啊？朱组长，坐下，坐下说，坐下说啊。朱组长，我还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了，帮我在国外招募各科类老师，有名气的一定得想办法给我挖过来。如今西方经济大萧条，各行失业率很高，老师不难招募，而且国内确实也缺老师。只是从国外招募需要的钱多，而且他们不懂汉语，这沟通也是个问题。不会汉语就配翻译，你放心，只要能用钱解决，都不是问题。果然慧眼如炬，这么大一个吞金兽在这里，什么任务完不成啊？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这些事儿我们就和外交部联手，帮你把老师招募到。另外，你要修学校，就需要土地和施工队是吧？我们让内政部帮你找土地和施工队。城东的那片土地5万亩差不多了，土地帮我联系那块就成。施工队倒是需要帮我多找几只，越多越好。你当真要倾家荡产投资教育，不后悔？本少什么时候后悔过？我就想用教育烧钱，关键只有完成任务拿到钱，我才能当家做主，娶更多小老婆。你这娘们笑啥呢？3个月后你输定了。韩婉晴，你这小娘逼高兴啥？有教育亏钱完成任务，那不分分钟的事儿。韩婉晴，你不许笑啊！你笑我不习惯。你还笑？你给我站出去！大帅，你只要告诉我，苏云真是这么说的？千真万确啊！他说为振兴教育，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呀。教育，扶持教育这件事，各地都是做做样子，还得是元老后代，这才是自己人。只是苏云的梦想是好，但这笔投入绝非小数目，韩苏两家怕是支撑不住啊。韩苏两家实业居多吧，手里没那么多现金。卑职就是此意。给我接司法院长办公室。武正，
从现在开始，盛庆九龙这种模式只准苏云一人开办，再有效仿者一律查封。哦，再有效仿者一律查封。我代苏云谢过大帅。哎，你先别谢我，再去看看苏云那儿还有什么困难，一并帮他解决。啊，学校城那个建设图纸怎么样？回大帅，我已联系了国内著名建筑大师文坛泰斗邵先生，召集国内精英，对大学城进行设计工作。你看我干什么？这些事情赶紧去办呐！是大帅，卑职告辞。快去！来，给你拿着。哎，不给，给我，不给我，给我，哎，就不给。你来苏家做什么呀？我小老婆来苏家，有什么不对吗？你还没赢下赌约，你更没娶她，迟早的事儿。韩婉晴，你吃醋了？我会吃你的醋，做梦去吧。少爷，盛庆酒楼的账册我们整理好了，进来说。哎，现在情况如何啊？盛庆酒楼10日以来净利润十分恐怖，截止直接说净利润啊，少爷，盛庆酒楼这段时间净利润为420万现大洋啊！这么多？这都是少爷的功劳。盛庆酒楼已经成为金陵的标志，所有的金陵的这些巨商啊，全都跑到咱们盛庆酒楼来汇聚的。还好有教育，亏完这些钱分分钟的事。你要是没投资教育，有这些利润打底，3个月后你就赢了。没有这些钱，本少也能赢。你以为我不想啊？够系统不让啊！我要拿这些钱去交赌约，系统就把钱收走。结算时间到。任务失败，宿主，亏钱如此简单的事，你居然接连失败2次。那能怪我吗？第一次有肥头大耳背刺我，第2次谁能想到达官显贵和商贾喜欢？新任务，本系统将宿主资金增至1000万，请宿主3个月内亏光所有的钱，包括所有利润。为提高宿主积极性，完成任务可获得5000万英镑奖励。5000万英镑！5000万英镑？什么5000万英镑？我都活了。没什么，我在想，要多少钱去投资教育？5000万英镑投资教育，5000万可差不多是5亿现大洋。我再想想，投资好。你确定有5000万英镑？是的，若宿主还未完成任务，本系统将给予安慰奖励。但任务太难了。还要亏完所有利润。虽说盛庆酒楼因为中秋火爆，就算平时每天也有15万左右利润，一个月可就是450万，一共是1450万。并有其他人模仿盛兴酒楼模式，届时你每个月利润会大幅度降级。那每个月不会低于100万。你他妈要我在3个月亏光1650万？你别激动啊！我能他妈不激动吗？就算是教育这个东西，现在亏钱，起步阶段也做不到3个月烧光1500万呢。宿主，你修学校城是不是得买地？招募老师、招翻译是不是得花钱？国外招募老师，你接过来是不是也得花钱？这些用不到这么多钱吧？你招50万人给你修学校城，每人每月你给12块大洋，每月薪水600万，3个月就得1800万，还没说其他花销。这么说，我错怪你了？请宿主相信，我是想把钱送到你的手上，让你赢下赌约娶小老婆。那就完成任务，赢下赌约娶小老婆。干什么呢？半天不说话。我决定了，招募50万人修建学校城。50万？啊？50万？啊！你真疯了！你才疯了，本上好着呢。云哥哥，干嘛招募这么多人修建学校城？现在9月份了，过完年后，2月份各地学校就要开学，我要在2月份开学。你知道50万人修学校城是什么概念吗？就算每月每人只发6块大洋，那每个月也是300万大洋的薪水支出啊。6块这怎么行？本上是有钱人，怎么着也得12块大洋。 50万人修建学校城
连建筑材料都是一大笔费用。消耗大就对了，我要的就是消耗大。而且50万人修建学校城，人太多了，10万就够了。我要在过年前让部分学生入校。我们只有几个月时间，人少的不行。行，你自己决定吧。云哥哥，你是不想娶我了？这样赌约该怎么赢啊？石心，放心，本少什么时候做过没谱的事儿？3个月后，本少赢定了。嘿嘿，少爷，我建议您啊，修一条水泥公路，连向城内。城东外那边实在是太偏僻了，陪学生来上学的家长都没地方住。咱们可以学校城附近建一批房屋，出售，还能回血。绝对不行！怎么不行？我觉得行。那里的房子有什么价值？学生家长不会为了陪孩子就在那里买房，都要工作生活，学生肯定住校，家长不会陪同的。在那里修建房子就是亏钱的。亏钱好啊。我是说现在亏钱，后面就赚钱。亏钱好啊。都说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灵机一动。赵林不愧是我的大聪明。我决定了，就在学校城周围修建住宅房。云哥哥，在那里修房子谁买啊？石心，你好好看，本少是如何大卖的。儿子，爸，你怎么来了？9月27号，军政部要在玄武湖月季园召开国难募捐晚宴，到时候你跟婉晴一起去。为啥又是我去？你不是想当家做主吗？那就多了解军界大佬，否则我们苏家怎么才强男立足啊？行，我去。苏县知啊，学校城的土地都给你安排好了，外交部正在给你联络老师，很快就有眉目了。多谢朱总长。哎，对了，施工队的情况怎么样？这几天前后帮你联系了10支施工队，现在就等邵大师的图纸了。10支？工人有多少？大概1000多人吧。你放心就是，保证3年后让一座学校城矗立在城东外。才1000多人，不够啊！这么点数，招人，必须招人，至少也得50万人。50万人啊！50万人，各类耗费太大了。朱总长，我希望这座学校城越快修完越好。县直啊，你还年轻，你未来还有大把时间。我不看未来，我只争朝夕。过年前，我必须让部分学生入学。但现在秋收没那么多青壮啊。长，金陵城内现在总人口数是过100万了吧？如果你说户籍人口只有100万左右，但总人口超过150万。据我所知啊，金陵城3大贫民窟容纳了超60万人。这3大贫民窟里边的百姓以南漂青壮居多，我决定招他们进施工队。贫民窟的青壮，他们身体瘦弱，干不了工地的活，那就给他们调养身体呗。现在秋收，乡镇青壮不好找，那就找城内的。县直啊，钱要用在刀刃上。我这就是刀刃啊，要用刀刃上，我还怎么亏钱呢？我得用在刀背上。县直啊，你再考虑一下。我不考虑，我已经决定了。纨绔、为国为民者，苏云，哪个才是你？少爷，目前盛庆酒楼每日利润大约15万大洋。还好有教育吞金兽，不然得愁死我。行了，我要成立华银集团，这事儿就照您去办吧。少爷，您要做什么呢？当然是投资了。你们俩就来华银集团给我做事。好的，少爷，我们全听您的。是，少爷听您的。来啊！祝我们华银集团大成功。周总长，您里面请。不用了，我找苏云，他在家吗？啊，昨晚施工队的徐奋找少爷，
今儿一早呢，少爷就去了城西南。城西南，哎，那不是西南角贫民窟所在吗？是啊，少爷想招那些平民进施工队，今儿一早呢，就是办这事儿去了。你家少爷回来，让他来一趟教育部。好，走了。哎，朱总长，慢走啊！当褪去浮华，这才是民国普罗大众真实的生活，在烂泥中求生存。苏少，这平民身体太差，干不了工地活。身体差就给他们补身体，我就不信顿顿白米饭、猪肉牛肉骨头汤，他身体能差了？哎呀，这开销太大，咱按50万人算，这每天呢得2万大洋。本少的酒楼每天收入至少15万大洋，2万我花不起，一天2万，3个月就得进200万，这次让我看怎么都稳了。咱没必要浪费钱，不是？你叫徐奋是吧？对。本少最近成立了华银集团，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加入？华银集团？本少还打算成立一个华银建筑公司。这样，你来担任总经理，每月底薪500，修一栋楼，我再给你提成，怎么样？要是能帮上韩苏两家，以后我在金陵岂不可以横着走？苏少，这活我接了。行，那你就着手招人的事儿吧。记住，残疾的给我招进来，我给他治，在咱们这儿医疗都保障。这么好？你生孩子都给你报。苏少说了啊，入华银建筑公司者，公司包吃包住，月薪12块大洋。还有12块大洋呢。体弱身体有疾者，由公司负责调养。哎呦，哪有这么好的公司啊？可以应聘厨师、采购员等职位。大家赶紧报名吧！我也能找着工作了，我报名。1个月12块大洋，还包吃包住，那不会是骗人的吧？是，可别又是打着月薪12块大洋，最后到处扣，到手只有2-3块大洋吧？就是还骗人的。你们可以不相信苏少，难道你们还不相信苏成武苏老吗？他可是革命元老。我去，我也去，华银厨师，加我一个。排队啊！这洋奶茶太甜，不好喝。咱们这种身份得养生。哎，贤耀，你怎么搞起学校了？我爸让我入仕，要把陈家的人脉转化到政坛。他们也会来吗？我爸会动用他的影响力。这倒是。你父亲可是金融界大佬，只是韩婉晴呢？那个女人不识趣，我决定逼她识趣。我挺你。这韩婉晴可是金陵第一才女。对，只有第一才女才配得上我的身份。哎呀，你看，慢点儿。哎呀，贤侄啊，你不知道，国外老师要高薪才答应，最高的每月要300美元呢。300美元？好像这个时期，米国士兵每个月薪水才30美元。是啊，这毕竟是去异国他乡，薪水低了不行。但他们的能力，你放心，在教育界都是出。那就是名师了呗。名师的话，本少每月给他们400美元，普通教师每月150美元起步。这么高？咱们是搞教育，不能心疼钱，只要能培养出人才，倾家荡产又如何？哎呀，苏贤侄真是国之栋梁啊！只要我还是这个教育总长，教育部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哎呀，别激动！哎呀，你这还有心思在这里喝茶？你不是去上海了吗？可是出什么事儿了？陈先耀在上海、金陵、武汉等各大城市买了上百座酒楼，和咱们盛庆酒楼一样，
什么？和盛庆酒楼一样？陈仙要分我利润，我需要亏的钱减少，更容易完成任务。现在几百座酒楼正在装修，我估计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行，让他搞，等他搞好了之后，本少整死他。陈家背后是洋人，以咱们韩苏两家没办法对他以势压人。韩小姐，你放心，我相信苏贤之肯定有办法的。陈仙耀这次可撞大帅枪口上了，看看，听到没？朱总长都相信本少。行，随你吧。那行，招募教师这块麻烦朱总长了。明天我让人拿200万大洋，咱先把第一批老师接过来。200万，太多了。我们有往返的货轮，用货轮捎带很便宜。咱请人家来工作，待遇上肯定不能差。啊，就这样了。走，我们走。别激动哦，千万别激动啊！走吧。真是国之栋梁啊！老朱啊，讲。大帅呀，陈仙耀的酒楼开业后，盛庆酒楼的利润就会暴跌。这苏云可是国之栋梁啊！这苏云不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华银集团吗？是啊，目前正在贫民窟大规模招人，听说已经招了8、9万人了。老朱，教育啊是国之基石，总之，谁也不能动我的基石。那就勒令陈仙耀关闭他的酒楼。这个事情你不要管，先把徐校长的事情办好啊。是，那备置酒回去了啊。陈家虎口拔牙，找死！少爷，朱董长来了。朱董长。哎呦，坐一起吃点。都说世家子弟饭食奢华，你早餐就吃这稀饭馒头啊！我也想吃好的，这不没钱吗？我爹有抠，我就只能吃这个。我懂。你把钱都献给了国家，自己只能吃馒头啊！朱组长，你误会了，我真没钱。你招聘老师挥金如土，自己啃馒头，你把一切都献给了国家呀！我真没你想的那么高尚，我是真没钱啊！你以为我想大鱼大肉啊？那他妈是系统的钱，不是我的。我爹有挺我的开销，我兜比脸都干净。你不用解释，我懂。你懂啥了？这是城东5万亩土地的全部地契，我给你带来了。我这还没买呢。哎呀，郊外的地不值钱，政府送你了。我不能占政府便宜啊！本少不差钱。你这不坑我吗？5万亩地，那可是值200万大洋啊！你倾家荡产为教育，我们再不做点什么，还有什么脸面身居高位啊？哎呀，那我也不能要啊！我不能要啊，朱总了！哎呀，我真不能要啊！我们就没人了。行，我要行了吧？啊，别激动啊，别激动啊！算了，真他妈承认，真乃国之栋梁啊！栋梁啊！真是栋梁啊！栋梁长，慢点。栋梁，我粥都凉了。现在招这么多人，是时候动工了。你家的大帅也发的不错啊！哎，你够吃吧？这两头干活哦。我还想蹭你个馒头呢。够说话，让我多吃2个。好。哎，你这还吃不吃给我？真好吃呀！别小，别吃。兄弟，这能吃饱吗？这年头能吃上这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看这红薯、青菜、
白米饭，还有2盘肥肉呢，多好啊！你过来，苏少，你看这还满意不？少爷，您这是为何呀？来，给我，你就给本少的员工吃这些。这些东西，普通百姓一年到头都吃不了几次。远哥哥，这蔬菜里都是油，这样的油性不多见。什么样的油性？这是什么样的油性？来，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样的油性？少爷，咱们这伙食费太高了，咱们得我们是人。你，其他人本少不管，我的员工必须每天有肉吃，白米饭、白面馍馍管够。赵林，你记下，本少对员工伙食标准做以下调整：早餐以肉包子面食为主，午餐大米饭、白面馍馍不限量，每人半斤肉食、半斤蔬菜和肉汤；晚餐大米饭和白面馍馍、包子面条都够上，再搭配上其他菜类。苏少，您说的是真的吗？我们这些泥腿子也能吃上这么好的饭食？你们不是泥腿子，你们是我的同胞兄弟。咱们生活在同一片热土上。我说过我要让你们吃好吃饱，我就一定会做到。哎，你们这是做什么？从来没有人把我们泥腿子当人看，只有在您这儿，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还是人。您每月给我们12块大洋的月薪，还让我们吃这么好。从今以后，我们这条街面就卖给您了。您让我们往东，我们绝不往西。苏少，你让我们往东，我们绝不往西。这真的是他吗？是，你们是我的员工，但同样你们也是我的同胞兄弟。我苏云没那么大能耐，我帮不了天下人，我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儿。少爷，您是唯一一个拿我们当人看的，我们从未想过有一天居然能过上这种日子。哎，不说了，快起来，快起来，都起来吃饭吧！啊，苏云，按照这种标准，金陵周围的粮食价格一定会上涨的。赵林，你去找不列颠公使，他们不少殖民地都产大米，找他们大批量购买。好，少爷。带我去他们住的地方看看。啊，这，少爷那边有点乱。你再给我废一句话。好，您跟我来。这干什么呢？这是谁呀？谁呀？来，所有工人都住这样的地方，这样省钱啊，少爷。冬季这几个月，工人都得住在这儿。你告诉我，这样的环境晚上怎么睡？马上给工人修工棚买床。少爷，咱们的标准是什么？屋顶得用青瓦，四周墙壁用砖砌，地面是水泥地，每间宿舍装上门，四周都有窗户。可是这样，咱们会消耗大量的建筑材料，咱们没听到本少的话吗？哎，记住了，记住了。你为什么会如此不惜代价的投资教育？你看，这是英国人的，这是法国人的，这个是德国人的，最高的那个是美国人的，就连这一片都是日本人的。但我告诉你，以后这些都是我们的。我们的军舰可以航行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降落，我们的军队
可以打遍全世界，让每一个想要欺负我们的洋人都知道。请注意，他是一名中国公民，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些都是因为你投资教育？不是因为我投资教育，是因为未来啊，有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人。哎，苏云，怎么样？害羞个什么劲儿？写的多好啊！雪泥红爪，你这个就叫做不懂欣赏。这半月你成立华银集团，招人修建学校城，前后花了近300万。不过你的利润只有几百万，你哪来的这1000万？我接客接来的，行了吗？云哥哥，照你现在的花钱速度，很快就没钱了。不用你给他解释，我乐意，你管得着吗？张小姐，这里是苏家，不是你来的。我和云哥哥从小长大，我就来，你能怎样？再过2个月你就来不了。你俩别吵了。我想知道你怎么在2个月之后拿出500万。我接客，我帮富婆。不说算了，再过1个多星期就是月季园晚宴的日子，别忘了。不就是军政的那个晚宴吗？多大点事儿啊！尚未出阁的大家闺秀，还是矜持一些比较好，免得传出去，坏了苏家的名声。云哥哥，你不说黄婉晴不喜欢你吗？不喜欢我呀？为啥他吃醋啦？吃醋？吃醋？你可拉倒吧，他和酱油还差不多。他就是吃醋了。他那是把苏家的钱当成他自己的了，在那心疼钱呢。榆木脑袋，咱俩是不是青梅竹马？走了啊！啊，少爷啊，各类建材价值70万大洋，对方让我们交7万的押金。咱们现在建材能撑多久？大约半个月，目前还在招人，可能撑不到半个月。给他们拿200万，让他们足量供应。哎，对了，买粮的事儿呢？不列颠呢？啊，太欺负人了！跟我说少于300万不卖给咱们，那就给他300万呗。少爷，你真是心疼我，替我出气呢。300万，10万吨呢，1年都吃不完的，少爷。你要是在江南购买，那周边的粮价至少上涨2成，你还让不让人家百姓活了？哎，你过来，你看我画的怎么样？嘿，是啊，久仰久仰。张长官，好久不见，久违，来，我敬你一杯。都是小事，也是有缘啊，真是难得。好，先让你吧。诸位，晚上好！如今国难当头，望各位慷慨解囊，助我们守边军队。罗总长，只要军方给我们10年采购权，我赵家立刻捐500万。只要何总长答应，我太仓杨家也捐500万大洋。军购权不能给他们，但不能直接拒绝。罗总长，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是这样的，这个军队的采购权呢，它是产品质量决定的。这个您放心，我们的产品肯定没有问题。这些人居然要军购？爷爷说，至少8成财政都要充军费，500万换10年军购，血赚。你干嘛？干他们！
韩苏两家捐款1000万，以筹国事。爷爷让你私下募捐，这是结仇。苏贤侄，你不是开玩笑的吧？本少从来不开玩笑。苏云，你几个意思？没什么意思啊。何总长不是说了吗？国家要重整军备，我捐1000万以筹国事啊。苏少想捐款可以在后面，为何非得现在啊？不为什么，就是看你们不爽。你这样做，令尊知道吗？本少这苏家独子，这点主我还是能做的。苏少爷大气，出手就是1000万。做事得要先来后到。赵公子与何总长商谈军购，你插嘴可不太好。今晚是国难募捐晚宴，捐款难道不是正事吗？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上这个纨绔了。不是你屁话怎么那么多啊？啊？我就插嘴了，你能咋的吧？起来了呢，吓我一跳。令尊和苏老爷子是同谋元老，我自然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我能让你的酒楼倒闭。我学了你的酒楼经营模式，在全国各地开了上百家分店，你的酒楼怕是没人了吧？枉你自诩才华无双，原来也抄袭。苏云能开，我为何不能开？况且我比他开得更好啊！你真开了上百家，有问题？太好了！仙耀，这小子不会是傻了吧？我开酒楼抢你生意，你不生气？我生什么气？本少笑还来不及呢。盛庆酒楼赚不到钱，你就输了。我心里有数啊。苏大少爷，都这个时候了，还笑得出来？笑得出来啊！好像大帅只许苏云开这酒楼，不许其他人开吧？这事儿没张扬，大帅想给陈仙药长长记性。这1000万我们会送至军政部，我们走。哎，干啥呀？本少正高兴呢，莫拽我。走了。慢着，你还想干啥？这么急着走，难道是羞于见人？和你这种只会抄袭的人，有什么好说的？是啊，我只会抄袭，但盛庆酒就要被我挤兑。Come on, baby！ 太你了！哎呀，你疯了！我告诉你啊，那你快去挤兑黄吧，不挤兑黄了，本少看不起你。东家，大事不好了！军队把咱们的酒楼全都给封了。啊！你说什么？把咱们酒楼封了？凭什么？疯了！别搞我呀！好不容易有人站出来抢生意，这要搅黄了，那不完犊子了？东家，咱们是让这小子给阴了。到底怎么回事？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军队说了，全国只有苏云能开天价酒楼，其他人不许开。咱们在全国的酒楼都被查封了，全都被查封了，这不可能！他凭什么？你他妈再说一遍，只有谁能开？你装什么装啊？这不是你的手笔吗？全国只允许你苏云开天价酒楼。完了，这就完了。只有我能开，这也就是说，盛庆酒楼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内营业额不会减少。这我要多亏700万，上哪儿上这么多钱去啊？政府这么做对你是好事，你不高兴吗？高兴，我哪能不高兴啊？我太感谢政府了。不用感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谁是苏云呢？江某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留恋过烟花之地，后逢国难才投身革命。苏云，你和我很像。嘿嘿，谢大帅夸奖了。年轻就是好。
你哭什么？没，喜极而泣。太感谢大帅为我做主了。你大爷，我已经很难受了，你还来？为了振兴教育，挥金如土，对自己却是节衣缩食。你这些事情老朱都告诉我了。大帅过奖了，我没那么高尚，只是没钱。哎，我懂。你做了这么多，本帅要是再不做点什么，就显得有点德不配位了。你懂个屁呀！我是真没钱，我要有钱，天天山珍海味。大帅，凭什么只有苏云能开，我不能开？我需要个解释。因为苏贤侄是为投资教育，我也投资教育了。你开的是贵族学校，苏贤侄开的是占地5万亩的人才培养基地。苏云投资教育，响应的并不只是本帅的号召，更是国家之号召，民族之号召。苏云开办天价酒楼，为的是国家，而你们为的全是自己。所以以后有敢与苏云为敌者，也是与本帅为敌。大帅，过了吧。在座的都是江南财团的一员，也是您的支持者。您这么做，恐怕要寒了大家的心。你们安分守己，买卖能继续做，但若要闹事，那就说不定了。看来江卫清只是在这件事上偏袒苏云。好，那我今天就小惩大戒，你们都看好了。老朱，这什么？陈仙药在全国各大城市所开办的酒楼及收益，全归苏云所。本帅也已经命人定制好了盛庆酒楼的牌匾，现在应该已经挂起来了。归我所有？对呀，大帅看你对教育投资太大，所以把上百座酒楼都给你了。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啊！从今天起，各级政府无权过问华银集团所有事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有什么风雨险阻，有我们这帮老家伙顶着，我看谁敢对你动手，我就看好你。不公平啊！不公平啊！苏云，苏云，我看好你，我看好你啊！看好你呀，苏云！看好你！看好你呀！看好你！我就想亏点钱，怎么这么难啊？所有人都背刺我。大夫说你这段时间太劳累，要好好休息，多喝点鸡汤补补。云哥哥，喝我的甲鱼汤可鲜美了。我未婚夫我会照顾，你来做什么呀？我和云哥哥早就私定终身，我才是第一个进门的。我看你从昨天晚上开始身体就不是很舒服，怎么回事？让你们这么拽来拽去的，我身体能舒服吗？云哥哥，你可得多休息才行啊！你要是身体不舒服的话，公司的事情交给我来管。不行，那么多员工还等着我养，怎么能不管？你要再给我来几下子，那不就得彻底完犊子了？少爷，我有事向您汇报。他这几天身体不舒服，你过几天再来吧。哎，别让他进来，进来。少爷，我接了政府文件，对各大城市的酒楼进行了统筹和预估。你就直接说，所有的酒楼，包括咱们自己的，一天净利润有多少？100万左右。100万大洋啊？你没说错。因为咱们酒楼主要针对的是达官贵人和商界巨贾，非大宗贸易不会来咱们盛庆酒楼，所以每日只有100万。
您别嫌少啊。少？这可太多了！我的亲娘啊！哎，这他妈还有2个月，怎么亏得完？多点不好吗？这些收入够你大规模投资教育了。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出去行吗？我想静静。没法收，怎么回事？有了，系统对员工薪水做要求，但没对福利做要求啊。我决定了，我要给员工增加福利待遇。但是你给他们的福利待遇已经够好了。这你别管，赵林你记一下。第一，华银集团旗下所有产业必须得有员工宿舍。第二，每逢过年过节必须给员工发放福利待遇，可以是钱，也可以是柴米油盐，但是不能低于员工1个月薪水。投资教育可以说是得大帅府青睐，这和提供员工待遇有什么关系啊？哎，你别管。第三，员工每日实行8小时工作制，上午休2，每日工作超过8小时，按双倍薪水计算。节假日必须放假，若有特殊岗位在节假日上班的话，则以3倍薪水计算。云哥哥，现在几乎所有公司都是工作11、2小时，要是工厂工作13、14小时更是常态。你这样会让整个商界敌视你。那更好，本少希望他们所有人都和本少进行商业竞争。一旦整个商界敌视你，他们会联合起来孤立你，这样他们会搅黄你的买卖。哼，有这好事？我的意思是，我得给商界立一个标杆啊！如果他们敢敌视我的话，那我就挖他们墙角。少爷，您要是这么想给员工发福利，咱能否增加一个孕妇带薪休假？员工的妻子怀孕了，让这个员工也有陪孕假，育儿补贴、生育补贴全安排。不愧是卧龙，就这么高。少爷，那我就往大了说了，咱们再给员工的子女给他建个学校，免费上学，给员工修医院，免费就医。哎呀，来，你就是我的福星啊！公司的未来就靠你了。少爷放心，我一定会让公司做大做强，再挫辉煌。做大做强就不用了，你就给我想着怎么对员工好就怎么来。少爷您瞧好了，我别的能力没有，这一块手拿把攥的。我太相信你了，你先下去吧。公司在福利待遇上的支出增加不少，但不够，得继续向烧钱的账。宿主，我看不下去了，不就是亏钱吗？多简单的事啊！简单？这是6000万呢！招募教师、工人耗费300万，支付2次材料的费用花了400万，买粮花了300万，这月给员工发薪水花了350万。员工薪水才350万，你不行啊！绝大部分工人他都没有做满月呀，发不了那么多呀，就只有等到下个月才能给员工发满月的薪水啊！我现在手里还有200万大洋，未来的2个月还有6000万大洋，你说我这怎么亏？看你这么为难的份上，本系统帮帮你吧。狗系统，你不坑我，我就谢天谢地了，还帮我？我给你亏钱100法，亏钱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亏钱100法，那我可得好好看看。一个人傻笑什么呢？我在想着怎么赚钱啊。这样，你们俩先回去，我琢磨一会儿啊，行吗？那云哥哥，我明天再来。好，先这样，快去。你也回去吧啊！一定要记得喝。那。狗系统，你坑我！这是亏钱100法，这他娘的是赚钱100法吧？投资轻工业，我傻呀？谁不知道轻工业代表经济，重工业代表国防啊？你外行啊！收购要破产的工厂，让他们维持原样，大规模生产，每生产一个就亏钱，生产的越多，亏的越多。这些工厂要破产，那肯定有原因的吧？你说对不对？这倒是，要破产的工厂，它肯定是有问题啊。
维持原样的话，就能持续给我亏钱呀。对呀，大规模收购还怕亏不完6000万，6个亿都可以。有道理，我还可以投资重工业。据我所知，重工业投资大，回报低，基本靠国家维持。对了，你把格局打开，我国缺少工业人才，去西方招，这不又烧钱吗？哎，对，去西方招工业人才，那不得老费钱了，对吧？你还可以开军工厂。你当我傻？军火老赚钱了，你开军工厂不得赚飞了？我给你一些自动武器图纸，这自动武器以金陵政府现在的收入用得起吗？说是这样说，就是感觉不太对呀。不是土豪谁用自动武器？岛国比咱们强，他们只敢用栓动步枪，金陵政府敢用自动武器吗？有道理，这次我听你的，你别忽悠我啊！宿主，你要知道，我才是真正为你好的。刘老板，我说个数，10万块大洋，敢不敢？我的皮革厂设备光价值就60多万，10多万有点太过了吧？你的工厂已经被太仓杨家挤兑黄了，再拖下去，10万块都卖不出去。早就听说华银集团挥舞高薪招募人才，没想到你的留洋高材生也入了华银集团。哼，刘老板，你的设备现在12、13万就能买到。你要是不同意吧，你那个设备啊，放到最后也是废铁，一样亏钱。走。哎，好吧，你们可真会挑时候。听说你们已经收了10多家工厂。刘老板消息有些过时，已经收购40多家了。哎，你们为何要收购这么多快破产的工厂？便宜，这里面有的是被挤兑的，有的是偷工减料破产的，当然了，也包括你。你以为我想啊？世家大族打价格战，我不降低成本，怎么和他们争？哎，工厂没几个工人，要你们自己找。这事儿啊，就不劳烦刘老板操心了。嘿，这回得跟我走了吧？是的。月薪12块大洋，包吃包住，8小时工作制，超时工资还双倍，这么高月薪，这么好的福利待遇，这不会是骗人的吧？没骗人，苏少说的就一定可信，苏云说的就能信？我一远房亲戚，之前一家挤在贫民窟，饭都吃不上，上月初进了华银建筑公司，这才1月，人胖了1圈儿。你在说笑吧？是真的，我有个朋友就在这个华银建筑公司，听说天天中午都有肉吃，米饭还管饱，我怎么有点不信呢？你爱信不信，反正我要去。我也去，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啊！哎，哥们儿，等等我！不知道要不要打杂的？哎呀，这烟这个东西啊，以后还是得少抽，这对身体都有害。还是苏少对我好啊！世新去参加女子中学的同学会去，要不我把他喊回来？不用了，我们是来谈正事的。对，张伯父在米国几个大城市有办事处，是真的吗？啊，确有此事。我们张家本身做的就是外贸生意。那劳烦张伯父带我在米国帮我购买回来一些重工业设备，多多益善。重工业啊，苏少啊，您打算搞重工业，这个可比教育要烧钱多了。这资金不是问题，本少心里有数。只要伯父给我买回来设备和机器，我会额外付给伯父报酬，怎么样？嘿，以咱们2家的关系，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这孩子，哎呀，一码归一码。那就麻烦张会长了。这是我家这位这2天写的机器清单。
苏少啊，你是怎么想起来找我了呢？这不是因为西方对我国有禁运条例，重工业设备全部上榜。如今经济萧条才放宽，但也仅限私人购买。是啊，要是政府出面的话，米国海关那边不会放行。这样，这事儿你等我2-3天。行，那就多谢张伯父。这段时间，华研集团大量收购各类破产工厂80多家，其中涵盖皂粉、肥皂、蜡烛、纸张等各类工厂。此外，苏云还委托张青来在米国大规模购买重工业设备。重工业？苏云要干什么？我调查过，这段时间华研集团花钱如流水，但苏云手中有400万大洋一直没动。我怀疑这笔资金就是用来购买机器设备的。苏家最近有调集资金的情况吗？韩苏2家均无资金调动。那苏云现在每月利润能有多少？估计每月3000万大洋左右。3000万？重工业，苏云手上那点钱恐怕不够用吧？卑职还得到情报，杭州赵家、太仓杨家等大族都在暗中密谋。他们几家密谋什么？这些时日，文坛对苏云追捧至极，但对江南财团却口诛笔伐，甚至有人喊出要打倒财团的口号。哎呀，苏云把他们架在火上烤，人家不乐意了。这个苏云呐，振兴教育、重振工业都干系重大，你要替我保护好他，明白吗？卑职下去后便派人暗中保护。你没明白，不管是何背景，不管是何关系，哪怕是元老，敢对苏云不利者，杀！请大帅放心，若苏云有恙，卑职愿提头来见。你喊什么？明白了，去吧。是。检内政部，华银集团可以免税开采矿产资源，全国矿产任由华银集团调用。咱们说到哪儿了？对，收购了80多家工厂，还不跟我继续收购？剩下没收购的，要么经营还不错，要么和洋人有关系，收不了就复工。我们已经招了不少工人，但熟练工不多。没事就慢慢培养嘛。少爷，还有就是市场份额的问题，国内的呢都被世家、买办和洋人掌控着，咱们手里没有啊。这个问题好解决啊，我们可以打广告，再适当降价，以价格能争到市场不少份额。不行啊，不用降价，也别打广告，酒香不怕巷子深，没必要闹得天下皆知。我是要亏钱，可不是赚钱。你不打广告，不降价，怎么跟他们争这市场份额？你傻呀，降价了，损失的是咱们自己的利润。少爷，如果说咱们降低制造成本呢？也不行，不能坏了口碑。制造成本可以高，但绝不能低。我明白了，您是要以质量取胜。你小子不愧刘过阳，脑子就是好使。云哥哥，我爸让你过府一趟，说机器设备的事儿有眉目了。这小姑娘挺有意思啊，走的时候还鞠。咱们这次是联系了3套冶铁设备、2套炼钢设备、2套精密加工设备，还有5套机械加工设备。价格呢？多少钱？这个数6300万大洋。云哥哥，在米国当然用美元了。6300万美元那更行了。就是正常时期6300万美元，那也得买几10套。630万美元也行。这是经济大萧条前的价格，现在13条生产线呢，63万美元。你说多少？
63万美元，那都赶上卖废铁了吗？哟，卖废铁可挣不了这么多钱。那些工厂都傻了吗？这么便宜啊？哎呀，现在是经济萧条，米国一半的工厂都倒闭了，有人买他们的设备，那就不错了。经济萧条会过去啊，你他们把设备放着也好啊，贱卖图什么呀？这种设备啊，是越放越不值钱，现在不卖，到时候亏得更多。再说了，这个维护也需要钱。可13套才63万美元，都是10多年的老设备了，自然是不贵。如果你要的话，我就让人给他们签合同。要，本身要了，但是还不够，最好是能买个3、4千万大洋的设备。3、4千万，这么多！我知道你想振兴工业，但这样我们扛不住的。知道什么？现在是振兴工业的千古良机。一旦西方经济恢复，禁运条例这一加强，想买都买不着。好，那我就让人再联系。行。哎，对了，还要招一些有经验的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机械工程师一类的，有多少要多少。苏少啊，你要让这些人都来咱们这儿工作，这可得需要不少钱呢。放心，本少不差钱。少爷，学校城不少的教学楼和宿舍楼都修好了，学校城附近的住宅区也修了不少。50万人修，速度就是快哈。速度是快，但消耗的也快。2个月的时间就花了1100万大洋。搞教育嘛，不要心疼钱啊。少爷，这2个月咱们几十万员工的工资花了1000万，买了各类肉食蔬菜近100万。人数太多，伙食费太高。伙食费高，效率也高。钱呢？继续。买粮300万，重工设备310万，建材钱1100万，收购工厂645万，加上其他杂费，接近3470万大洋，咱们还剩下980万大洋。这样下去，我们下个月就没钱了。嘿嘿，没钱就对了。是啊，少爷，咱们要节俭开支啊。不行，每一项开支都是有必要的，绝不能踩。但是我们现在到处都要用钱。钱嘛，都是纸花呗。少爷，朱总长让你去一趟金陵饭店，说有急事找您。那我去了。我的学校年前完工，明年便可入学。你说能请来国外名师，可是真的？刘先生，此事自然是真。这些名师都有资源，若能得名师看中，自然就有国外人脉了。我们看中的就是这一点，犬子可就拜托先要了。放心吧，刘先生。来，先要。大帅偏袒苏云，你入室。大帅还需要我们财团支持，没我们，他连枪支弹药都买不起。这倒是，没有我们提供钱财，他可玩不转。苏云开始收购工厂，看来他想在工业品市场分一杯羹呢。这可是咱们的主场，可不是吗？Mr. Zhu, we have been here for almost a month now, but haven't met the boss yet. 你看，来了。他们就说要见你啊。我跟他们说啊。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Su Yun. I'm boss. Any trouble? My name is Harry. When can we start for working? You can start working when the school city have been completed. Now just rest, okay? No. What if you don't want us anymore? I need a stable job. But I can't let you get your job on when it's still construction site. May I ask you, boss, do you have any textbook? Nope. But the ministry have. Your textbook is out of date. You need a world-class textbook right now. My friends, we are capable of this job. Well, I'll give you the form. You can list an office location to do this job. Okay, I'll wait here. OK。这些老外啊，怕我反悔，
不要他们了。是啊，这几年西方的失业率太恐怖了，一个职位有上千人去抢。现在他们薪水高，不想失去工作，干得好，给他们加薪。Cheers， 孙老板，你很厉害。你会说中文呐？咱们现在这个情况，恐怕撑不过11月。放心吧，你们想想，少爷为何会收购那些工厂呢？一是节约成本，二是买下就能生产。没错，复工的工厂有20天了，晚一些的也有10天了，产品一大堆，可产品都积压在仓库内，卖掉就好了。卖呀！不急，学校城预招生的事儿，你们知道吧？和咱们的产品有啥关系？再过几天，教育部会大力宣传学校城的预招生。预招生的钱远远不够啊！我们有世界级的名师，但收费却很低，为的就是图个好的名声，为产品的宣传、出售做准备。你是说民心？我们产品的质量好，名声也好，价格和外面都一样。你们说，百姓是支持我们，还是支持那些黑心的商家呀？那还用想吗？肯定是咱们呢！啊，嘿嘿，对喽，来，老朱啊，大帅，学校城开始预招生没有？开始招生了，但是每日的耗费太大了，需要给华银集团回血了。这不是问题，我让宣发部、新闻部全力配合，一定要把招生给我尽快完成。你递上来的文件我看了啊，学校城准备预招生了是吧？是的，少爷，我打算把它尽快投入市场。宣传内容撰写了吗？写好了。你这说什么最大学校城，什么国际名师，这些哗众取宠的通通删了。删了？少爷，这是我们的优势啊！不是优势，我还不删呢。老百姓听不懂，内容就一个：华银学校城明年2月10日开学，开始预招生。云哥哥，那你这宣传内容也太简单了吧？连自己的优势都说不出来，别人凭什么选华银学校城？这才没人来嘛！老百姓又不懂，咱们宣传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他们，明年学校开学。随你吧。号外号外！全国最大学校城华银学校城将于11月6号开始预招生。拥有世界级名师，这假的吧？我见过，金陵饭店就有洋人，可是这1年学费才2块大洋，是初小1年2块，那也低啊！这学费和国立一样，而且还没有报名费、学杂费这些。这倒是，国立小学看着2块，但这住宿费、报名费、学杂费等，没有20块大洋上不了学。哎，可是你看这学校它有点偏啊！哎呀，要是拥有世界级名师，还只收2块大洋，偏我也让我娃去这上学。就是，只是不知真假。这上面不写了吗？华研集团总部外师报名点。走，咱们去问问。走，走。哎，我也去。走，走。情况咋样？人是不少，但都是问的，咱们位置太偏了，没有几个人报名。没事，不着急，咱们先去盛庆酒楼吃个饭，然后去集团总部。有个锤子人呢，一座城外的半成品学校，这老百姓能信？去盛庆酒楼吃饭干嘛？学校城预招生，当然得庆祝一下啊。百姓只是问不报名，肯定得庆祝庆祝啊。行了，走吧。你能不能注意点形象？我高兴，形象不能当饭吃。心情似乎很不错。那是。快点儿，
晚些就没名额了。哎，你等会儿，你们这干嘛呢？报名啊，不然呢？不是，他这就是个半成品学校，位置又偏，有啥可去的？哎，这1年学费才2块大洋，上哪儿找着好事去？这学费和国立学校一样啊，有必要去华阴学校城吗？这能一样吗？国立初小学费2块，报名费3块，住宿费8块，学杂费5块。这华阴学校城一共才2块大洋。哎，不跟你说了。哎，你这，我看你孩子挺好的，别把孩子耽误了。现在无人子弟的学校不在少数。这，你不是他们都来问问的吗？应该去问问先前报纸上说的，只要2块大洋学费是不是真的？各大报纸怎么把华阴学校城收费标准看得这么仔细？谁干的？少爷，少爷，您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过来接您呢。是不是你这个浓眉大眼的违背了指令，买通各大报纸宣传学校城的？少爷，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这事儿啊，多亏你。多亏我？您现在备受文坛大佬们的青睐，那些老先生天天在报纸上夸你。那是谁把咱们学校城收费信息告诉他们的？政府啊，昨天开始大力宣传咱们学校城的事儿，加上各大报社争着抢着上头版头条，现在不光是咱们江南地区，中原那边都宣传出去了。中原都宣传出去了？哎呦，老天爷玩死我了！那现在有多少人报名？小学、中学加一块儿有8000多人吧？有这么多人啊？因为咱们学校城只收学费，跟那些国立学校比降太多了。都怪我没了解清楚，我这就学费没学杂费这些，可不就低价了吗？你估计咱们能遇着多少学生？金陵的适龄儿童有30多万，除去2块大洋拿不出来的，还得有10几万。周边的这个中学呀、大学的学生啊，因为咱们有个独特的优势，国际名师嘛。你觉得咱们能收多少学费？我估计啊，不会少于100万。11月的建筑材料至少600万，员工薪水差不多650万，菜钱估摸着60、70万，招技术人才，修工业园区，再加机器设备，这100万不影响。妥了。我看你似乎每次赚钱都不开心，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有吗？我不开心吗？我是不开心，我懊恼，没做到最好。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谁别人谁是狗。汪汪汪！狗系统，狗犊子！对了，张诗欣让我告诉你，过段时间商会在下关码头长江别院举行研商会。怎么不叫他亲自来告诉我？人家一心想做你的贤内助，跑商学院进修去了。预售住宅房的事儿，少爷签字了吗？签了，用的上海和西方的按揭购房。那这样的话，咱们能回不少些啊，也就回个500、600万吧。这个按揭购房啊，首付也就100万。这100来万，那也不够啊。工业品是大头啊，以咱们少爷这名头，回个1、2千万，轻轻松松啊！我在这上面找金陵挺费劲，来，你帮我找找。搁下面呢？看都没看你画的呀！你说搁下边就搁下边呢，我还真得信你。搁下边呢？好，知道了。这些设备的事谈好了。这次谈了160多条生产新设备，冶铁、炼钢、精密加工，应有尽有。总价多少？650万美元，相当于3050万大洋。行，我全要了。那招人的事儿呢？目前联系了不少，但是接回来得需要300万大洋。300万就300万，没问题。我10月盈余加11月收入不过4000万左右，就算加上学费、卖房的首付款，也才4200万。但我的资金缺口可高达近1000万。我感觉真不错，到时候咱们也来看看。
华银集团的工业品将在24日上市，都卖啥东西啊？从鞋到蜡烛、火柴全都有。那得支持，要是没有苏少，我儿子连学都没得上。上学算什么？苏少那是要振兴国家。振兴国家？听说苏少买了机器制造武器，为了让咱们不受洋人欺负。这就是苏少为国为民呐！是啊，是啊，这上学这事儿，咱可是正儿八经的享受到了实惠。是支持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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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苏少。马上就到月底发薪水了，我们的钱不够，就连建筑材料的钱也才支付部分。此外，还需要修建工业园区、招人、材料等，这些需要近200万元。可我们现在的资金缺口已经达到近1000万元。小问题，12月1日发工资，建筑材料的钱也在12月1日支付，先欠着呗。12月1号你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我说没问题就没问题。难道你想依靠工业品逆转局面？工业品市场被洋人买办、世家瓜分，你争不过。放心，争不过就对了。这次没人能背刺我，我要拿5000万英镑娶6个小老婆。喂，这位是同盟元老之后，苏家大少苏云。果然是一表人才呀！苏少是真正的年少俊才，他这几个月做的哪件事不是大事？诸位都知道，苏少最近做的事情，无论是振兴工业还是振兴教育，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利国利民，我看不见得吧？你怎么来了？这里不是商界晚宴吗？我们怎么不能来？陈先生、赵公子，老夫似乎并未邀请二位前来。今晚宴会主要是我们金陵商会成员参加，2位公子不请自来，似乎不太好啊。苏云也不是金陵商会成员，他能来，我也能来。苏云的家就在金陵，他的买卖公司总部也在金陵。老夫身为金陵商会的会长，今日邀请他加入商会，有什么问题吗？哎，他是来找我的，你这是臭虫来这里做什么？苏云，我们之间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哦，明白了，合着是来向我宣战的呗？你们现在的名声都已经臭大街了，不在家里窝着还敢出来？韩婉晴，我会让你知道拒绝我的代价是什么。不是，我就纳闷了，今儿精神病院放假怎么的？怎么把你给放出来了？苏云，你别嚣张，盛庆酒楼的事，那是我们中了你的圈套。中了我圈套？看来是你们的确不太聪明，连我一个纨绔都斗不过。你投资教育得大帅青睐，让大帅护你的盛庆酒楼，但这次没人护你的工业品。你的工业品今天也在各大小城市上市吧？你不该进入这一领域，这是我们的主场。哼，有本事咱们就打一场商战，商战不就是拼钱多、打价格战、打优惠战吗？这话要是你父亲说，倒是有些威慑力，但可惜是你。陈家不输韩苏两家，如果你想以势压人，怕是想错了。本少不喜欢以势压人，你要是敢，咱们就打一场价格战。哼，打价格战，你得先有市场，你连市场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打价格战？你来这晚宴找我是为了什么？当然是看苏家是怎么在你手中衰败的。据我了解，你现在的资金缺口高达近1000万大洋。陈仙药，这似乎不关你的事。我很有兴趣看到一个家族的落寞。1000万大洋的资金缺口，你只能从苏家拿钱。哼，我们苏大少爷不但投资教育，还投资工业。这次拿1000万，下次还不知道拿多少。哎，那你们敢跟我打一赌吗？这次要赌什么？哎，赌我不从苏家拿钱，不对外借钱，就靠我自己解决这1000万大洋的资金缺口。哼，不从苏家拿钱，就凭你呀，靠赖掉别人的钱吗？12月1号，截止到12月1号，我会解决掉所有债务，
好，如果你解决不了，就把你的华阴学校城让给我。如果我解决了，我要你陈家银行20%的控股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银行内，我陈家自己才控股40%。你可得想好了，你们现在陈家的名声在外边可不是很香，学校城可是一个赚名声的好地方。我现在已经投入过2、3千万，你投入不了多少就会彻底见完，这是能改变你陈家名声的好地方，确定不心动吗？有道理，就赌这个。我看你不从苏家拿钱，怎么解决这1000万大洋的资金缺口？就是，这可是1000万大洋的资金缺口，不是100万。他不从苏家拿钱，根本解决不了。他输定了，必须的。少爷，大事不好了！少爷，哎，这边。哎，别着急，卧龙来慢慢说。怎么了？不好了？少爷，近日上架所有货品全部卖光，已经爆单，净利润达2100余万元。这么多！2100余万！